嘿，大家伙早喽！12月16号星期一，看我在哪儿？我在昨天结束之后疏散的那个场地。这是一个配套的热身场，但是好像没有开门。不过 Google 上查是营业的，不知道。本来是想进那个热身场，因为那热身场我在地图上查，现在是营业中，但是门口的岗亭里亮着灯，没有人，然后是拦住的，我就没进，里边也没人。就左前方那儿，你看那儿应该平时是开着的，因为它其实没有，这边没有门，不知道有没有明白的小伙伴可以给指点一下。今天肌肉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那个 Pro 4的鞋面虽然是和3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跑完全马以后脚趾还是略微有些不适，没有很严重。而具体的细节在节目里我会说。今天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个比赛有意思的事儿，待会儿咱们换个视角跟大家聊两句。等我先跑回酒店。赛后第一天刚跑完了4公里，早晨来一家叫老姜家，吃应该是豆浆的，24小时不睡觉豆浆店。看看他家有什么吃的：豆浆、米浆、混浆、红茶、奶茶，还有好多吃的。烧饼油条，这都是听说有名的。河粉天妇罗，那就是炸河粉嘛。我这不错呀，看着。还有小笼包和锅贴，看名厨。来，我们进。看看啊，饮品普通豆浆30，还有饭团和蛋饼和河粉皮。哦，河粉皮是不是就跟肠粉差不多那东西？我不知道。我们点了一个热豆浆，一个热米浆，一个萝卜糕和一个小笼包。但是他们这儿据说烧饼也挺有名的，明后天再吃。先这样下单。我们已经在等上菜了，先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澳大利亚的 MRC 跑团？他们和澳大利亚的一个品牌叫 One Running 帮忙我拿到了明年悉尼马拉松的名额，所以明年肯定会去跑悉尼马拉松了。先感谢。另外，悉尼马拉松的组委会也希望透过咱们的频道和大家分享抽签报名的信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他们的报名周期很长，从12月10号开始，一直到12月30号结束。但是注意，不是北京时间12月30号。所以，如果希望明年参加悉尼马拉松，悉尼马拉松明年是第1次第7颗星，无论您是6等1还是第1次，都可以试一试，报名参加一下抽签，试试自己的运气。我们的菜也上来了，现在只差1笼小笼包，还有几分钟，因为店家说是现蒸。热豆浆、热米浆和萝卜糕，但是我点完米浆就有些后悔，我应该点咸豆浆，那就留给明天吧，下一顿。我们尝一尝，好甜呀！就我喝不完这一碗，就是这一碗喝完，估计保守的说三个能量胶，保守的说。看看家属这个豆浆，这就是普通的豆浆的味儿，没有这个甜，这个太甜了。然后看看萝卜糕怎么样？它这是配了酱汁的小块，拿一个小块，看上去外观就是港茶的萝卜糕的样子啊。我其实是第1次吃这种酱汁的萝卜糕，原来都是就直接这样吃，这个好吃。但是这一顿标准的中式早餐，含糖量过高，然后还配了小咸菜，看看是什么。哦，不是小咸菜，你们猜这是什么？
这是姜丝，鲜姜丝，可以。一边吃一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的比赛，简单分享，不算复盘，也不算正片，这两个都会有，所以细节大家可以等正片。昨天比赛还是很难忘的，有一些就各个地方的比赛都有不一样的逻辑，这些到时候复盘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昨天所有官方的成绩是2小时51分01，然后枪声成绩是2小时51分16，好像是证书已经出了，所以我猜他这个比赛是不允许申诉成绩的。昨天有个有意思的事儿，昨天本地的女子冠军冲线 NG 了3次，好像是第4条过的，我不确定是第4还是第3，怎么回事呢？她的成绩可能是2小时50左右，50多一点点，就她比我领先一个100多米。我进体育场的时候，你们到时候看视频就知道，边上有一个特别快的人超过我一个外籍选手。然后体育场里呢，不像大多数的比赛有工作人员分流，就是比方说男左女右或者怎么样，没有。终点那儿在右边拉了一个小的冲线的那个线，有2个工作人员。结果呢，本来是给本地的女子第一拉的，被那老外给冲了。他们冲线的时候，我大概还有30-40米的样子，就看得很清楚。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很刻意的往左边让，然后本地的女子第一冲完线以后，还和2位可能本地的男选手握手庆祝。然后我就转身和赛道鞠躬，鞠完躬以后就要走的时候呢，前面有好多摄影师，然后伸了一下手想蹭个照片。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正大家都特高兴呢，包括和他握手的那位先生，就是庆祝的那位先生，我们俩都在这样走。因为当时啊是这样，不像后来，当时那个过了100米冲刺那儿，摄影师站满了一排跑道，就你只能从2边的缝隙去蔬菜，有的人选择左边，有人选择右边，我们就选择了右边。就是刚要走到缝隙边上的时候，突然摄影师大喊，就这样闪开了，然后赶紧我就闪开以后就看那摄影师后边一位可能是摄影总监的意思，那喊又被挡掉了。这我一看，我说怎么女子第一又冲了1次线？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说哦，是不是挡了女子第2了？然后我当时还觉得挺抱歉，然后我就过去赶紧站到边上，等他们拍完，等那个就是女子第2拍完以后呢，我从摄影师边特别窄的缝隙过去，我还跟那位可能是管事儿的摄影师，我说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抱歉。结果他也没理我。然后据说后边又 NG 了，最后冲线成功。但是这事儿我就不明白啊，就是那个他只能拍不到拱门了，因为拱门上面那时间是不能为了 NG 改的呀。就这么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小笼包也上了，不知道是什么馅儿的，肯定是有肉。然后这个姜丝店家说是配小笼包的，然后倒了辣椒油和醋，不错，是猪肉的葱，不是韭菜。它这比较清淡，它这不是发面的小笼包，就是南方的那种小笼包，不是北方的那种。那行吧，愉快的赛后第1天的早餐就开始了。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